好，回到节目继续来看中美两强的竞争啊。现在刚刚特别提到了稀土，那接下来呢还有大豆的问题要解决。北向财经有报道说，今年5月份暂停了美国大豆进口之后，中国大陆呢就把这个需求转向了巴西，那当然包括了阿根廷在内哈。那今年前9个月呢，采购巴西的大豆总共是有7200万吨，占了全年进口量将近70%，因此也让这个巴西的大豆这个粮商呢就囤粮涨价。期货可居嘛哈，所以呢，半年内呢，这个大豆的价格从每一吨580美元涨到650美元，比加税以后的美国大豆还要贵上66美元哦。此时不赚更待何时啊？这是巴西大豆现在这些种大豆的农民的心情。当然，现在呢，这个中国大豆产业协会也发文表示说9月底中国大陆呢大量采购阿根廷的大豆。主要呢会是在11月要进行装运因为巴西的豆太贵了，我就转买阿根廷的。但现在当然也要买美国的。可是呢，北京这边先前在 APEC 终于川普也让大家知道说，中国大陆要买美国的大豆了。可是现在就中方的角度来看聂老师觉得因为巴西的豆也变贵了，阿根廷的也变贵了那所以在调控上面这个采购战略怎么看？我觉得世界打仗真的打架打得很过瘾的，上层架嘛，我们刚打的稀土和晶片，对不对？打，看起来你们大家都已经知道未来这个鹿死谁手。下面就是关税战打出了所有的贸易这些商品，大豆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它是这个美国这个农民的重要的这个赖以生存的这个农产品。那这个所谓的第一产业的东西呢，它养了50万这个农民这些农民呢，在5月到9月几乎5个月卖不出一颗大豆的时候，你不是吓死了？这些多少人抗议，你大家都知道。那中国就拿翘了，就开始说，你不卖，我跟你讲，成本比你低，巴西比你便宜，它占全世界生产38%，你不过生产31%，你不卖有说话的，对不对？阿根廷生产13%，我像巴西、阿根廷在你的南边买还可以友好一下。那加起来就51%，那我就不向你买。所以当然他还是势必要跟美国做一些条件的交换，所以他在这个很多会议也会允诺，也会买一些，但他私底下就像那个地方买。当然这时候你会发现期货可居了。巴西以前有美国存在，他没有办法产38%不好卖，所以这时候就这样讲的，这巴西农民的心情当然就爽啦，就知喜啦，就开始呢就涨价嘛。这个东西一定会有这个 herding effect， 就这个群聚效应，就开始涨价了。我只能这样讲说，这个事情在眼下非常有机会，很有趣但是我还是一句话，这个还是大家在拿自己的我们讲说经济战或贸易战两边打谁打谁都会受伤，关税也打到别人自己的未来的通膨，未来经济也会受伤。当然，中国因为关税的确伤得非常重，这是的确的。当然，即便涨价了，中国它还是要消费嘛。只是我们当时有想过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就是美国当时很担心。到时候中国全部去向巴西、阿根廷买，他们怎么卖？他就会消化给其他，比如类似台湾这种国家，像那个美猪美牛，来，请问吃一下。而且未来我们的这个军事里面，所以每天早上就喝豆浆早起来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未来很有趣。那 anyway， 我觉得这个是它属于贸易战的一部分那这个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还有戏可看。中美打贸易战也不是第一次了所以这次看到像是美方也在学就是说要怎么样来避险这个其中大豆这一块呢就分散风险的话，就让日本来买。美国农业部长叫做布鲁克·罗林斯，他就表示说，日方同意要购买价值80亿美元的美国玉米大豆还有大米、乙醇还有相关的其他商品。那他也表示说，美国很幸运，美国大豆的销售网络非常广泛。美国大豆出口协会执行长则说呢，那他认为他们希望美国大豆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时候不受阻碍就市场看谁大嘛。日本怎么可能会比中国大陆的市场还要大呢？但是刚刚特别提到，中美都学到了功课，或说是教训吧。2017年的贸易战其实打完以后，这个中国大陆特别在这个功课上面做足了就看到我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包括现在买大豆，包括刚刚提到的稀土但是美国也在找买家在比速度希望能够在这个方面呢做一个转单的速度。那怎么看大豆好像是短期，但是每年可能都要来一次。
但是稀土却是长期的。倩姐，你怎么看？大豆的问题是它是有不同的提供者的，所以它可以是买方市场，也可以是卖方市场，它就可以一直不断的转换。那稀土的部分啊，刚才特别讲了一下，中国大陆在精炼跟合金加工跟最后的永磁铁都是绝对的主导。所以你刚刚说美国25年来建第一块，那么它25年来之所以有25年都没有建，就是因为以前它并没有觉得那么大的国家安全的威胁。所以现在我认为大家可以看到说，美国的稀土再怎么做，你没有办法完全的替代中国大陆所提供的。那中国大陆现在重新开放的也是比较简单的前端的，只是说美国会在它的高精尖跟军事国防安全的部分有一个小的能量，那这个是可以想象得到。那中国大陆现在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最后一点最重要是，它全部都用美国的规则来处理美国跟它的所有的纠纷。你要做出口管制，那我也做出口管制；你要做穿透性的或者是常被管辖的，穿透到0.1% 的，那我也做穿透到0.1% 的管辖。那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大陆还有一个新的工具，就是因为它的数字平台跟 AI 非常的强。所以现在在稀土会看到要用的是出口资质电子预审系统。那在这里呢，就是对军民两用的，他买的人要做，我要承诺我是最终使用者，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 end user。对。同时，他现在要求呢，那个国家也要来担保说不会去转卖。所以你不但是那个公司要去做承诺，我是 end user， 同时国家也会说我不是转卖的。那这两个只要进入了它的电子系统，表面上来说，当然预审嘛会减短那个时间啊，比较快可以做完。但是它一旦进入了以后，你就给你了一个数字的痕迹，将来你无论用 DNA 或是什么方式去检查的话，你都有迹可循。所以这些都是美国开始做的，而中国大陆现在在每一件事情上去重置美国的长臂管辖的各种手段的时候，美国跟欧洲国家其实没有什么理由说不。那短期来看的话，希望就是中国大陆能够多买一点量的大豆了，对吧？希望它短期在农民面前、农业州那里有一些政治上的好处。因为这个先牵扯到为了他的选票，很多都是红昌俊老师啊。因为我稍微问的是说，因为我们看到最近这个美国政府关门的危机终于结束了哈，上一次是35天，这一次拖了43天，想必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天了，明年可能大家就拭目以待。但是呢，回到这个最基本的经济问题啊，美国农民现在这个你说这个期待着中国大陆要买大豆哈，但是这个跟选票有关啊，因为如果经济受到影响的话，当然就会影响到他们的投票意向啊。可是，在明年期中选举前，您觉得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未爆弹或者一些变数呢？我觉得这个美国联邦政府虽然说开门了，这个开门开到明年的1月30，对，因为它只是暂行解决方案在桌上。我们看到了，就是说至少还有8到9个拨款法案还躺在美国的国会。好，所以我们不能那么乐观，觉得说好像共和民主两党已经找到解方，准备他们明年11月3号的期中选举，还没那么快。对，好，那我觉得未来这个在期中选举之前啊，可能有几个大的观察点。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这几个8到9个拨款法案，因为这拨款法案里面，万一譬如说那些财政保守派，他们强硬要砍掉教育支出、公卫支出、社福支出。美国社会现在你知道这个状况不是那么的好啊，所以这些砍预算会导致了美国内部更大的一个争论。那到期中选举之前更不用讲，任何政治人物一定把这个各取所需拿来做对自己选民的诉求，所以这个预算的问题，还有砍到哪些项目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一个可能的未爆弹。第二个可能未爆弹就是健保，我们好像从奥巴马时代一直健保讲到现在还在健保。我现在长话短说，就是说呢，现在民主党希望说，我可不可以扩大从税的钱拿去补健保，这样子呢，大家的健保保费才能降低。可是共和党反对啊，所以万一这个做不成的话，健保一涨价，美国哇塞，又是一大堆的这个争论。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期中选举到底会怎么样，因为现在看起来民主党或许在众议院全部改选400多个位置会占多数。